第一课，夏日自由。我们夏天有空，感觉太自由了。我知道，在开学的最后一天，我和朋友们跑出了夏日灿烂的阳光。这听起来令人振奋。你们先做了什么？我们直接去公园野餐，这是庆祝的完美方式。野餐听起来很可爱。你带了什么特别的零食吗？是的，我们打包了三明治、水果和一些自制饼干。好吃。这听起来像是暑假的良好开端。绝对可以。那天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我迫不及待的想听听你今年夏天的冒险经历。第二课，数据演示。是的，一切都完成了。我也准备了一些图表来支持数据。太棒了！视觉效果确实可以增强演示效果。没错，它们使人们更容易理解趋势。你创建了什么样的图表？我制作了一个折线图来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，并制作了一个条形图用于比较。这些听起来很有效。你练习过演示吗？有一点，但我可以使用一些反馈。我很乐意提供帮助。一起练习可以增强你的信心。那太棒了！我们稍后再来看看。第三课，飞行安全。我刚刚发现我们的飞行时间大约是8个小时。这听起来像是很长一段时间。你认为我们需要再次通过安检吗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我想知道我们停下来时是否必须通过安检。我希望不是。继续从我的包里拿出所有东西会很累。没错，这很麻烦，尤其是在涉及所有等待的情况下。另外，如果我们不得不再次转机，我们可能会错过转机航班。对，我会查一下航空公司的政策来确定的。好主意，做好准备总比惊讶好。我同意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也去机场问个人。第四课，更新我们的国家。我们发誓要为振兴我们的国家制定明确的方针，不是吗？是的，这对未来至关重要。你认为我们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？我相信我们需要收集社区的意见，以了解他们的需求。这是个不错的计划。与人互动可以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。绝对可以。这是关于与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。我们还应该将重点放在教育上，以增强年轻一代的能力。当然，教育是可持续未来的关键。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考虑环境举措。很棒的观点。保护我们的星球对任何更新计划都至关重要。第五课，农场生活。谷仓里有马和牛，你见过它们在行动吗？
是的，奶牛如何使苍蝇远离自己，真是令人着迷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很放松，这很有趣。确实如此，而且马有着如此独特的个性。我喜欢他们彼此互动的方式，就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一样。没错，在野外看着它们既平静又愉快。我想知道每天照顾它们会是什么样子。这一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但也非常有意义。当然，和动物在一起会带来平静的感觉。第6课，酒店推荐。听起来不错，你对酒店预订网站有什么建议吗？是的，有不少可靠的。你以前用过吗？我试过几次，但我一直在寻找最优惠的价格。我明白，在价格和质量之间找到平衡很重要。没错，预订酒店时你的首选网站是什么？我经常使用一个比较不同平台价格的工具。太聪明了，它可以节省时间，并确保您获得最优惠的价格。此外，用户评论有助于做出明智的决定。绝对可以，我很感谢其他人的诚实反馈。第7课，住宿费用。绝对可以。首先，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住宿费用。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。你考虑过旅馆吗？是的，旅馆可能是一个经济实惠的绝佳选择。他们还提供了与其他旅行者见面的机会。没错，与新朋友分享经验可能会很有趣。但是，你对与陌生人同住一间房间的感觉如何？我认为这可能很有趣，尽管起初可能会感觉有点尴尬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对新体验持开放态度，不是吗？当然，此外，它有助于使旅行更加实惠。第8课，商务沟通。清晰的沟通对于业务的顺利运营至关重要。当然，它可以确保每个人对目标和期望的看法一致。沟通不畅会导致代价高昂的错误和误解。是的，定期更新和开放反馈渠道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问题。此外，使用清晰简洁的语言在业务环境中至关重要。的确如此，避免使用行话可以让所有人都能获得信息。鼓励提问和讨论还可以营造协作环境。确实，当员工感到自在的沟通时，就会提高士气。最终，有效的沟通可以提高生产力和团队凝聚力。第9课，座位预订。建议预订座位以保证可用性。这听起来很明智。我不想没有一个好地方。没错，
如果你必须在最后一刻争先恐后，压力可能会很大。此外，提前预定座位可以让您高枕无忧。绝对可以，我更愿意知道我有安全的地方。您在座位可用性方面有过糟糕的经历吗？是的，这非常令人沮丧。我艰难地吸取了教训。我能想象，我想完全避免这种情况。让我们确保尽快预定座位。第10课，宿舍体验。旅社的旅行者可能很有趣，但是如果我感到孤独怎么办？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，在新的地方有这种感觉是很常见的。我同意，有时气氛也可能让人不知所措。您是否考虑过参加小组活动来结识其他人？是的，这绝对可以帮助打破僵局。许多旅馆为客人提供旅游或社交活动。这是与其他旅行者保持联系的好方法。没错。此外，你还将分享可以建立持久友谊的经历。我很高兴能尝试一下，这听起来像是结识新朋友的完美方式。第11课，生存特征。哪些特征可以帮助动物或植物生存和繁殖？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。适应是生存的关键，不是吗？绝对可以。不同的环境需要独特的特征。比如，有些植物的根系很深，可以取水。没错，而且动物可能有伪装来躲避掠食者。大自然如何找到确保生存的方法，令人着迷。是的，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策略。我认为研究这些特征可以教会我们很多关于韧性的知识。当然，生命在各种条件下如何进化以茁壮成长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第12课，早餐选项。早餐有多种选择，客房服务需要额外收费吗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有些酒店确实会对客房服务收取额外费用。我宁愿事先知道这一点。做好计划是件好事。是的，它有助于为旅行做预算。你有最喜欢的早餐吗？我喜欢一顿丰盛的早餐，里面有鸡蛋和吐司。你呢？我喜欢清淡的东西，比如酸奶和水果。听起来令人耳目一新。我们应该看看酒店能提供什么。好主意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菜单，看看我们可以点什么。完美，我很高兴能以一顿美味的早餐开始新的一天。第13课，丰富多彩的选择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海军的多才多艺？绝对可以，它与许多颜色搭配得很好，尤其是鲜艳的颜色。确实如此，我认为五颜六色的连衣裙确实可以照亮衣柜。我同意，尤其是在夏天，
一切都充满活力。你喜欢那些连衣裙的大胆图案还是纯色？我喜欢大胆的图案，它们确实能彰显个性。有趣，我发现纯色更容易混搭。没错，但是一件引人注目的连衣裙有一些令人兴奋的地方。你在下次购买时有任何特定的颜色吗？第14课，野生动物奇观。你有没有想过发现野生动物的最佳时机？是的，清晨或傍晚通常是理想的选择。对，那是动物最活跃和最引人注目的时候。没错，在那段时间里，光线也很漂亮，适合拍照。你有最喜欢观赏野生动物的地方吗？我喜欢参观国家公园，有太多值得一看和听到的东西。我听说有些公园当时有导游陪同。是的，这是了解动物及其习惯的好方法。你有兴趣在某个时候参加巡回演出吗？第15课，正义与后果。你听说过正在讨论的新惩罚类别吗？是的，流亡或交通似乎是目前的焦点。历史如何影响现代司法系统令人着迷。没错，他提出了有关公平和康复的问题。在当今的背景下，你认为流放是一种过于严厉的惩罚吗？可能是，这取决于罪行和个人。有人认为它消除了改革的机会。没错，但其他人认为它也可以保护社会免受危险个人的侵害。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不是吗？第16课，迎接挑战。你对当前的挑战有何看法？老实说，我觉得他们很令人兴奋，他们推动我成长。听到这真是太棒了！你如何对付他们？我试着将它们分解成更小的、可管理的步骤。聪明的方法，它让一切感觉不那么压倒性了。没错。另外，庆祝小胜利可以激发我的动力。这是个很棒的心态。你现在有特定的挑战吗？我正在努力提高我的公开演讲技巧。这是一项宝贵的技能，你怎么练的？第17课，著名的野生动物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鸟有多独特？是的，许多以其大小、颜色和有趣的习惯而著称。没错，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特征，令人着迷。对我来说，最引人注目的一只鸟是羽毛鲜艳的孔雀。孔雀的羽毛太棒了，它们真的知道如何炫耀。而且它们散发出去的方式简直令人着迷。那著名的动物呢？我听说药师鹿很独特。
是的，它们又小又可爱，它们的存在感非常迷人。我希望有一天能在它的自然栖息地看到一个。第18课，寻找平静。你有没有尝试过专注于呼吸来放松身心？是的，从呼吸开始，确实可以帮助你清醒头脑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如此简单的事情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。没错，放下忧虑对和平至关重要。你有这种练习的套路吗？我通常每天早上抽出时间集中精力。听起来令人耳目一新，我应该把它纳入我的日常工作中。它确实可以帮助我清晰而专注地开始新的一天。你在呼吸时使用什么技巧？第19课，健身与娱乐。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健身习惯。哦，真的吗？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？我喜欢瑜伽和一些轻微的有氧运动来保持活跃。听起来很平衡。瑜伽非常适合灵活性和放松身心。没错。你认识健身房里有好的教练吗？是的，有一位专门研究瑜伽并提供很棒的课程。我很想看看这个，这将帮助我改善我的练习。你应该向经验丰富的人学习，总是件好事。另外，小组课程既能激励人心又有趣。第20课，壁橱整理。我最近一直想整理我的壁橱。我也是，这始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。你通常从哪里开始？我喜欢先按类别对所有内容进行排序。这是有道理的，它有助于清晰地看到所有内容。没错，然后我可以决定保留什么或捐赠什么。组织完成后，你有任何维护组织的小贴士吗？每次使用后，我都会尽量把东西放回指定的地方。这是个聪明的策略。我想一致性是关键。第21课，行使决策。嘿，你现在的日常锻炼怎么样？实际上，一切进展顺利。我一直在努力保持稳定。很高兴听到。你专注于什么样的练习？我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混为一谈，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有趣。明智的选择。这种平衡确实可以改善整体健康状况。没错，最近我感觉更强壮，更有活力。你为自己设定了任何具体的目标吗？是的，我的目标是在几个月内跑出5K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。你是如何准备的？第22课，为成功而购物。我一直在寻找一些新衣服。哦，真的吗？你需要什么样的衣服？
我需要一些正式的衬衫和裤子来上班。这很重要。你有配色方案吗？我认为像白色和海军蓝这样的经典颜色是多功能的。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，它们可以很容易的混合和搭配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衣橱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你有没有找到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东西的商店？市中心有一家很棒的商店，专门出售正式服装。第23课，明智的打包。是的，我一定要遵守行李的重量和尺寸限制。太棒了，这始终是一个挑战，不是吗？你是怎么管理的？我用了收纳盒系统，把所有东西整齐地整理好，它确实有助于节省空间。这是个聪明的主意。我通常只是把所有东西都扔进去，结果一团糟。我明白了，快速打包可能很诱人，但是一旦我开始组织起来，它就改变了一切。我可能得试试看。你遗漏了什么必不可少的东西吗？不是真的，我检查了2次清单，以确保我有我需要的一切。这令人印象深刻。我总是忘记至少一个重要项目。你平时会带什么？我总是多带充电器和一本好书。第24课，珍惜时光。我也是，能赶上来享受生活中的小事，总是件好事。当然，最近有哪些小事给你带来了快乐？我找到了一家供应最好的糕点的新咖啡店，这是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地方。听起来很愉快。我喜欢探索这样舒适的地方。这是放松身心并观看世界流逝的理想场所。你呢？我一直很喜欢晚上在公园散步，每年的这个时候的日落都令人惊叹。我能想象，大自然有办法让心灵平静下来。你经常一个人去吗？有时候，但我更喜欢和朋友一起去，它使体验更加愉快。我同意，分享这些时刻可以增强它们的美丽。最近有令人难忘的散步吗？第25课，花卉迷情。它们又小又蓝，是山谷里的百合花。从远处看，它们看起来像白花。是的，色彩如何改变我们的感知，令人着迷。你有最喜欢的花吗？我真的很喜欢向日葵，它们的亮度总是能提振我的心情。向日葵很可爱，它们开朗的举止令人难以抗拒。你最喜欢它们的什么？我喜欢它们整天跟随太阳的样子，就像它们总是在伸手去拿光一样。这是对生活的美好比喻。我们都应该努力寻求积极的态度。没错，说到花，你有没有尝试过自己种花？我曾经尝试过种草药，但它们没能存活很长时间，园艺可能很棘手。确实可以，但是即使是很小的成功也令人满意，你不觉得吗？
第26课，探索布莱顿。好吧，还有布莱顿，它以其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和卵石海滩而闻名。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布莱顿的消息，你最喜欢它的什么？这种能量具有传染性，尤其是在夏季，当每个人都在外出时。听起来太神奇了。我喜欢海滩的气氛，你经常来吗？只要有可能，这是逃离城市的完美之选。你呢？我只去过一次，但我很想回去探索更多。你一定要去码头看看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景点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很想尝试一些游乐设施，它们看起来很刺激。它们真的是。另外，从山顶上看到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。第27课，绘画的乐趣。你多久画一次？我每天尝试画画至少1个小时，它确实可以帮助我集中精力。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。绘画可以是一种奇妙的表现形式。确实如此，它使我能够传达文字有时无法表达的情感。我完全明白。你有最喜欢的款式或媒介吗？我喜欢水彩画，它的流动性让我感到非常自由。水彩画很漂亮，但使用起来可能很棘手。你是如何管理的？练习真的很完美，我已经学会了接受不可预测性。这是个很棒的心态。你现在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第28课，欢迎夏天。我们期待着夏天的到来，但我们很高兴在漫长的冬天过后出门。绝对可以，新鲜空气和阳光可以为我们的精神创造奇迹。我完全同意。你最喜欢的夏季活动是什么？我喜欢去公园野餐，这是一种简单而愉快的放松方式。野餐太棒了，我喜欢做点零食来分享。你平时会带什么？我喜欢打包三明治、新鲜水果和一些清凉饮料。听起来很好吃。我通常会为了增加乐趣而放一些游戏。这是个好主意，游戏总是带出欢笑和欢乐。没错，夏天就是要留下回忆，不是吗？第29课，防晒安全。当然要坐在毯子上，我们不想被晒伤或底部潮湿。确实如此，在户外活动中，一条好的毯子会大不相同。没错，我总是多带一个以防万一。那你呢？我也一样，为了舒适起见，有备用设备真是太好了。而且手头也必须有防晒霜，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皮肤。当然，我已经艰难地学到了它有多重要。这里也一样。现在我在外面消磨时光要谨慎得多。一切都与平衡有关，
在保持安全的同时享受阳光。是的，在户外度过了美好的一天之后，我们可以分享故事和笑声。第30课，家庭晚安。我们对妈妈说晚安，给她一个拥抱和一个吻。太甜蜜了，像这样的家庭仪式非常重要。然后我们为爸爸做同样的事情。睡觉前表达爱意的感觉很好。绝对可以，这是结束一天的好方法。你的兄弟姐妹呢？我们也一定要拥抱我们的小妹妹，这就像家族传统。家庭传统创造了持续一生的纽带。那些时刻，你有最喜欢的回忆吗？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都熬夜讲故事，太好笑了。听起来棒极了。我喜欢那些时刻如何创造持久的回忆。是的，每一次晚安都像是在提醒我们对彼此的爱。第31课，打包小贴士。这是个好观点。我还应该记住什么？轻装上阵，但一定要带上必需品。一切都与平衡有关。我同意。当你对旅行感到兴奋时，很容易把行李装得太多。没错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我总是事先整理好衣服。这是个聪明的策略。我通常只是在最后一刻把所有东西都扔进去。这可能很诱人，但是提前计划可以节省以后的压力。当然，你有最喜欢的旅行物品吗？你永远不会留下。我总是带便携式充电器和旅行日记。那你呢？没有降噪耳机，我就无法旅行。它们有很大的不同。第32课，眼部护理提醒。他叫我星期五回来拿眼镜。这很重要。拥有正确的处方会有很大的不同。绝对可以。我等不及要再看清楚了。你多久去看一次验光师？我尝试每年去一次。跟踪我的视力健康状况是件好事。太聪明了。我往往会忘记，直到感觉不舒服。它很容易被忽视，但我们的眼睛非常重要。是的，我很期待，终于有我的新眼镜了。你会感觉自己像一个视野清晰的新人。你选择了什么风格？我选择了经典造型，适合我的脸型。第33课，书呆子般的对话。我带了一些书回家看。我读了很多书，我喜欢神秘故事和传记。这很有趣。奥秘真的可以让你坐在座位的边缘。绝对可以。我喜欢尝试在结束之前解开这个难题。那你呢？我也喜欢传记。了解某人的生活可能非常鼓舞人心。对吧？它使您可以一窥他们的经历和挑战。没错，
在这两种类型中，你都有最喜欢的作家吗？我真的很佩服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巧妙情节。你呢？我是米歇尔·奥巴马的粉丝，他的故事既鼓舞人心又亲切。他的书读得很棒，感觉就像我在和他私下交谈。第34课，精明购物。书店有持续的折扣吗？好主意，购物时省点钱总是很棒的。没错，我喜欢在书上找到好东西，它使体验变得更好。在去商店之前，你通常会在网上查看吗？我愿意，有时我会发现难以击败的独家在线折扣。太聪明了，我倾向于先去这家商店，希望他们有销量。这是一种经典的方法，亲自浏览书架真是太好了。我同意，书的气味和书页的感觉有一些特别之处。当然，另外，你可以发现你可能没有考虑过的新游戏。第35课，要求变革。绝对可以，看来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变革。是的，人们强烈希望改善社会和环境。我认为社交媒体在提高认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。确实如此，人们可以分享他们的故事，并快速争取支持。没错，看到社区为一项事业团结起来，真是令人鼓舞。当然，你参与过任何地方活动吗？上个月我参加了一次清理活动，感觉很有收获。太棒了，我很想加入这样的社区项目。你应该，这是结识新朋友并有所作为的好方法。